苹果的 MR 眼镜要带另外一个尿袋的电池在身上才可以使用，这个听起来好像怪怪的。那另外很多人在期待这个15寸的 MacBook Air 啊，还有这个 Mac Studio、Mac Pro， 我们现在有更多的新闻跟大家分享。大家好，我是那我们今天就来讲这个苹果大家讨论度很高的 MR 眼镜可能会在开发者大会上面发表。那关于这个产品的细节，还有它设计，还有它充电供电的方式，现在有更多的消息传出来。那另外很多观众在问的 Mac Pro 还有 Mac Studio 会不会在今年的开发者大会上一起发表呢？那同时还有15寸的 MacBook Air 的部分，我们今天就来一起讨论吧。好，那首先就是 Mac Pro 这个产品啊，那这个真的是大家等了非常非常久。那以苹果的讲法，应该到现在已经完整的这个汰换掉整个产品线。那为什么苹果自家晶片的这个 Mac Pro 到现在还是没有推出来？以 Mark Gurman 的讲法呢，现在 Mac Pro 其实还是有在开发中，这个产品并没有被取消掉。那依他的消息来源讲法呢，不太可能在今年6月的开发者大会上面看到 Mac Pro 的发表。那甚至也可能因为 Mac Pro 的延后，导致 Mac Studio 这个产品要等到 M3 Ultra 系列的晶片出来之后才会上市。那这听起来真的是很怪，为什么在这两个好像是最高端、最专业型的这个产品线上面，苹果的更新速度很慢，然后似乎也没有很在意说它这个可能比较新的 M2 Ultra 的版本去打到现在还存在的 Mac Studio。那其实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看法就是说，这个领域的市场在苹果他们现在比较以这个消费者电子导向的这个公司来讲，并不是那么重要。那首先它的营收也不是靠这个部分。那第二 ，Mac 的市占率本来在这个作业系统上面就不是很高嘛，那他们宁可把这个精力去，不管是说放在 iPhone 上面啊、AirPods、苹果手表，或者这种携带型的笔记型电脑上面，他们可以一次打到更多的客群，然后去赚取到更大的利润，而不用花太多心思到这种专业系列的产品。不管做得再好，它可以占你的营收跟毛利就这么一点点而已。那关于这个方向，其实早在苹果，我记得当年把雾面的萤幕从 MacBook Pro 上面移除的那一天开始，就有感觉说他们似乎不是真的那么在意专业这一块的市场。那另外呢，很多人期待这个15寸的 MacBook Air 那以我先前的判断，我感觉说，既然去年的开发者大会发表的是 M2 的处理器的13寸的 MacBook Air， 那今年呢，如果要改成一个新的设计，要有一个新款式的15寸推出，理论上应该配上一个新的处理器吧。但现在以郭分析师的讲法呢，他分析说 M3 的处理器可能会到今年第3季后才可以开始量产。苹果如果要在今年6月就发表这台15寸的 Air 来讲的话，他觉得还会是配上这个 M2 的处理器。那这个就让我感觉起来很奇怪，你晚了1年才推出一个新的尺寸，然后还配上一个去年用的处理器，好像不是一个最好发表产品的方式。那以彭博社的 Mark Gurman 的讲法呢，在 M3 的处理器上面也可能会抢先是在比较小型的13寸的 MacBook Air 上面先发表，再来才会慢慢释放这处理器到比较大型的15寸的 MacBook Air 上面。那这个就是目前的消息啦，但我自己感觉这个产品线的规划似乎不太合理，但是苹果常常规划产品线就不是这么的合理。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到底今年开发者大会他们 Mac 产品线要怎么推出跟做区隔吧。OK， 那下一个我们就来讨论大家在期待非常高的就是苹果的穿戴式的装置，叫做 AR/VR 的这个眼镜。那其实关于它的设计，我早在去年就已经有消息传出来，让我决定看过它的设计图。那以我看到的来讲，它设计语言真的是非常像是 AirPods Max。对 ，AirPods Max 就是耳机的那个，但是它当然是前面是有个眼罩式，可它可能在这个边缘这个金属框的地方啊，还有它按钮啊、旋钮的地方，都非常像是 AirPods Max。那以现在彭博社最新的消息指出后，它目前上面它看到会有2个不同的接口，一个是 USB Type-C 的接口，它是用来做资料传输的。那还有另外一个类似 MagSafe 的这个磁吸的这个接口，是用来做电力提供的。那除了电力提供之外呢，他说这个电池并不是包含在它机身里面，因为可能考量到它的空间啊，还有穿戴时候的重量，它的电池是用外接式的，那是用这种磁吸的方式，然后你要外接一个电池袋在你身上。那依他的说法呢，这个外接式的电池大小大约类似现在的 MagSafe 的行动电源，一颗这样的电池大约可以提供约2个小时的续航力。这样设计的出发点啦，我刚刚讲重量还有舒适嘛。如果你一个这种穿戴式的装置，在目前还算非常早期，它上面有那么多的镜头啊，这么多的感应器，自然它的重量就不会轻到哪里去。那如果再考量他们现在传出来里面会使用 M2 的处理器，那发热上面如果它跟电池又放在一起，会造成更多的发热。现在看起来好像用这种分离式的方式，可能在解决它现有的一些障碍啊，或是限制上面是非常的合理。但是消息也指说，如果你今天是要长时间使用，不管是拿来做娱乐啊、看影片什么的话，你可能要有多颗行动电源来做更换、切换使用。那首先呢，依他的讲法啦，说这个规格里面会有2个 4K 的萤幕，左右各一个。那里面的感应器加上镜头，总共会有12个。以我的想法，就是 M2 的处理器驱动2个4K 解析度的萤幕，那虽然是偏小，可能
它的电力消耗并不会到那么大，可是它毕竟还是2个4K 的萤幕同时去驱动。以现在 MagSafe 行动电源这电池包这么小颗的情况下看起来的话，它是不是能真的使用2个小时？这一点我觉得要再看看，那可能就是看你使用的这个情境是怎么样。那也或许它可能在一开始发表的时候，它使用情境上面就会有比较大的限制。如果你今天是要直接在上面做一些比较繁重的工作，或许一开始就没有开放这些功能让你使用，因为它本身会有自己的一个 OS 自己的作业系统。其实苹果在作业系统的划分也是算非常的清楚，我觉得不太可能要去期待说我们现在看到就可能是有一个 Mac 的萤幕，然后可能出现在这个 AR 或 VR 的世界里面。那同时我们可以做剪片啊，做一些比较专业的事情在上面。我觉得这可能性会是偏小。那以目前的消息指出呢，它的定价大约会在$3000左右。目前可能的命名会叫做 Apple Reality Pro。那$3000的定价算是一个比较高阶的版本。那可能随着在量产，它的市场慢慢拓展开来之后，会有更平价、更低价的版本推出。至于上市跟发表的日期呢，可能就跟先前这种革命性的产品的规划一样，会是分开的。有点像是 One More Thing 的这种方式，可能让大家看到一点使用的情境啊，它外观的设计啊，还有它可能会搭载的这个 OS， 还有它操作的方式。但是实际的规格啊、细节啊，还有这个价格，可能会在晚一点之后再发表。那依照先前 iPhone 啊或是苹果手表的这个案例，可能会在6个月到9个月之间才会真正的正式上市。那我觉得这段期间也刚好可以测试一下市场的反应。那同时开发者大会上面发表，然后让更多开发者可以参与去试用，或是去开发一些不一样的 App 在上面。那我个人猜想可能也是走这种模式。那首先我们现在来看它市场的定位。那现在分析起来，它可能是走比较娱乐性质，不管是运动啊、电影啊，或者是玩游戏这些上面。这看起来跟目前市场上面既有这些装置定位起来，并没有太大的差距。苹果如果要强调说它是 AR 跟 VR 结合在一起，所以它可以在 AR 跟 VR 之间做切换的话，那我比较好奇啊，其实 VR 的装置现在目前看到非常多嘛，它基本上就像是一个360沉浸式的萤幕，一个世界在里面。但是 AR 的这个装置，我觉得目前市场上面他们定义出来的这个泛用性还没有到那么的广。以你一个3000块定价的装置那市场上又没有一个很广泛的使用性啊，跟一个使用的范例来讲的话，真的很难想象说一开始要怎么去开拓这个市场。那我们就先预想，以现在目前讲的它这个眼球追踪啊，跟手部追踪是非常非常精准的情况下，或许真的在你使用上面就不用依赖有一个遥控器啊，有一个手把。那在这个方面呢，它可能实用性会高一点啦。那我们就先不讲它生产力的部分，我们就一开始先可能不会往那个方向走。那就单是娱乐性的话，那如果真的是运动电玩跟这些电影影片这种使用模式的话，$3000块，大家的这个购买的意愿会有多高？再来，如果说它本身不含电池，你要用外接电池的情况下，那长时间需要使用的人要玩电动的，他们一定会希望有非常多颗电池同时接着使用。这种情况下，以苹果一个$3000块的装置来讲，那以现在这个MagSafe 行动电源给 iPhone 用的小小一颗都是$100多块。如果专门给 VR 装置使用的，它会要多少钱？一颗$200块。那如果你要买3颗、4颗、5颗的话，它又是另外一个$1000块的消耗。那还不要去讲到说它真正在使用上的时候，你要去连一条线，然后要带在身上。这样看起来的话，其实就算它是这个 AR 的装置，它可能还是比较锁定在一个定点，可能在你办公室、在家中，它不是真的一个可以让你带出去使用的装置。那当然现在还是非常的早期。以苹果的惯例来讲就算是在 Steve Jobs 的时代，他们其实在很多这种跨时代的产品上面，他们或许不是第一个推出某样技术的人，可是他们可以把很多现在市场上现有最新的科技整合在一起，然后再结合他们软体上面的能力，提供给使用者一个最好的体验或是最合理的整合使用方式。但那毕竟是 Steve Jobs 的时代，在后 Steve Jobs 的时代，在 Tim Cook 的苹果，我目前我不是在批评他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经理人，但是我目前在可能这种突破性的产品或者整合性的这种应用上面，我比较没有看到他做出这一类革命性的产品出来。那即使是苹果手表，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辅助性的装置，它也没有什么革命性应用整合在上面。那这个也是我先讲非常多次啦，这一次这个头戴式这个 VR、AR 的这个装置推出来会是真正给 Tim Cook 的一个考验，就是说你到底在这个革命性装置的定义上面，因为你也接近退休的年龄嘛，再给你个几年，那如果说这个装置没有真的去定义下一个时代的话，或许在 Tim Cook 的时代，我们所看到的苹果还是被局限在 iPhone 的这个宇宙里面。那当然一切都还早，我们也要等它真的推出来之后，或许 Tim Cook 可以真的为苹果开启下一个时代。好，那关于这个装置大家有什么想法，都欢迎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那或者说你们有什么消息想分享的话，也可以去我的 IG 私讯我，那我在上面我会分享更多更新更快的消息。OK， 好，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见，拜。